各位朋友啊，川普的嘴骗人的鬼，他说的话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是吧？我不是说了吗？他跟那个中国有一位最大的骗子姓郭的一样，都有精神病。什么病呢？叫谎言癖。他们这种人格啊，从小啊，他把这个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多巴胺的反应回路。就是他用说谎来获得这种多巴胺的分泌，他每一句话他不说谎他就难受，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啊，刚刚宣布说要对伊朗无限期停火，果然又怂了呗，因为实在是打不动了啊。说声明，鉴于伊朗政府严重分裂，并不意外啊，响应巴基斯坦元帅的请求，我们呢这个暂停对伊朗的攻击，直到他们的领导人和代表能够提出统一的方案。我已指示我们的军队继续封锁，在其他方面保持准备和能力，因此将延长停火，直到他们的提议提交，讨论以两种方式结束。那位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伊朗无限期停火了。现在这个美国没有信心能够把这个仗再打下去了，而且呢，同时呢还造了个谣，说这个伊朗啊要政变了，要内乱了啊。随着巴基斯坦准备主持可能举行的第2轮美伊会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想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他补充说，美国处于强有力的谈判地位，最终将达成他所说的一项伟大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处于非常强而有力的谈判地位，去做其他总统在47年间本该做的事情。47年来，这些嗜血之徒杀害了我们许多士兵和其他许多人。在采访中，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今年早些时候该政权对示威者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集体枪杀。42000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无辜且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其中许多人被处以绞刑。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最善良的人，但我们正在非常成功地应对他们。在接受 CNBC 采访后，总统向将参加和平谈判的伊朗代表团发布了一条信息，要求释放8名被安排处以绞刑的女性。特朗普总统写道，如果能释放这些女性，我将非常感激。我相信人们会尊重你们这么做，请不要伤害他们。总统还说，这将是我们谈判的一个良好开端。与此同时，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美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受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指控其违反美国封锁，向伊朗提供物质支持。德黑兰方面警告，只要华盛顿继续其所说的对其港口的封锁，伊朗就不会进行谈判。在接受 CNBC 采访时，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伊朗达成协议，他可以让自己处于更加稳固的地位。不过，他也警告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恢复军事行动，并表示部队已迫不及待准备出动。伊朗政府发言人法蒂玛·穆哈杰拉尼表示，我们不希望再次受到攻击。他同时表示，如果此类行动发生，德黑兰将做出强力回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这就是川普上一秒钟说我不准备那个延长对伊朗的停火，下一秒钟说我对伊朗无限期停火。所以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啊，他就是一个谎言癖的病人，你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能信。现在呢，福克斯新闻越来越轮子化了。福克斯新闻报道啊，说这个伊朗内乱了，说是伊朗革命卫队扣了那个准备飞往巴基斯坦谈判的代表团的飞机，把他们押起来了，他们正在闹内乱呢。No one knows who's calling the shots. Vance, Witkoff, and Kushner were supposed to leave for Islamabad, but they never took off because the Iranian delegation never took off, which is suspicious because this morning Trump said the gay Ayatollah authorized the deal. They just got the okay to go forward, which I knew they were going to do anyway. I mean, I don't think they had a choice. They have to negotiate. And, the one thing I'll say is this. Iran can get themselves on a very good footing if they make a deal. They can make themselves into a strong nation again, a wonderful nation again. They have incredible people.
but they seem to be, bloodthirsty. So the gay Ayatollah told his ministers wheels up, but the military said not so fast. We're basically looking at another Iranian hostage crisis. This time they've taken themselves hostage, and therefore the negotiations. The IRGC won't agree. 看来这个轮子把美国是祸害的不轻啊！你看这个福克斯新闻现在也这个调调了。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22号的5点30分。就在美以1、2周的临时停火期限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应巴基斯坦方面的请求，美方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决定延长停火期限。在此期间，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军事准备状态。伊朗媒体表示，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是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达了不会参加伊美谈判信息后进行的表态。目前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在谈判遇到阻碍后，地区局势将走向何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21号晚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战争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袭击伊朗商船并劫持船员更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伊朗非常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利益和反抗欺凌。另外，当地时间2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军方绝不允许美国歪曲事实、捏造虚假叙事。伊朗武装部队以及伊朗的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团结一致，并随时准备对敌人的威胁行动做出果断和迅速的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稍早前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和实施海上封锁阻碍了谈判进程。伊朗已为可能再次爆发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已经针对新一轮可能的冲突准备了新的应对措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曼德指出，伊朗面临重新交战和继续外交进程两种选择。他认为，继续外交进程是基于国家治理逻辑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即便伊朗乐观地认为战争结果可能对伊朗有利，但重新交战也必然会让伊朗遭受巨大的经济、人员乃至政治损失。因此，考虑到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应该优先选择外交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但他同时也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伊美双方都在强调自己的叙事诉求和底线，没有相互理解或寻求共同立场的意愿。这样的过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是在日益加剧的不信任的氛围中不断重复各自的立场。这种战略对抗使谈判陷入僵局，并显著增加了谈判进程彻底崩溃的风险。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央视的报道还是这个比较客观的。美军的这个报道呢，这个充斥着浓浓的反制和轮子味儿。看了吗？福克斯新闻又说了，说那个我前两天视频里不是说了吗？有一艘从中国返回的这个货船被他们给扣了吗？被他们把那个船给打了个大洞吗？现在呢，美国的新闻说那个船上满载的是从中国拉回来的火箭的燃料。It's an Iranian cargo ship called the Tuska, almost 1,000 feet long and weighs as much as an aircraft carrier. And it's been under U.S. and European sanctions. It was up to no good. The Tuska was traveling from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says it was loaded with dual-use chemicals used to manufacture ballistic missiles. Beijing just got caught doing us dirty, and Trump will make them pay. So we've used this to restock, and they probably have done a little bit of restocking. We caught a ship yesterday that had some things on it which wasn't very nice. A gift from China, perhaps. I don't know. But I was a little surprised, but because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thought I had an understanding with President Xi, but that's all right. That's the way war goes, right?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we hav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what we've done. I mean, think of it. In the first 3 days, we took out their entire Navy, 159 ships. 前一秒刚说要对中国给点颜色看看，后一秒说我跟习主席是好朋友，战争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家伙嘴里的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能信啊！中国的外交部是坚决驳斥，说那艘是个外籍轮船啊，别捕风捉影，胡说八道。那上面到底有没有火箭燃料啊？是个化学品就是火箭原料吗？美国国防部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美军20号晚在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内登上一艘名为蒂法尼号的油轮并检查，全程未出现任何意外。美国防部称，该油轮无国籍，且因走私伊朗原油而遭到美国财政部制裁。声明未披露登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油轮当时位于印度洋。美国防部还说，美军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海上执法行动，拦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受制裁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美军对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以来，已经有28艘船只按照美军指示掉头或返回伊朗港口。On the eve of these talks with Iran and Pakistan, the U.S. is expanding its target list, interdicting an oil tanker from Iran's Shadow Fleet in the Pacific. On April 6th, the Tiffany loaded 1.9 million barrels of Iranian crude oil from Karg Island and was trying to transport that oil to China before interdictio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anctioned the crude oil tanker last July.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twice in recent months the vessel had loaded Iranian oil in ship-to-ship transfers with U.S.-sanctioned Iranian-flagged tankers while conducting, quote, dark activity near Singapore. The Pentagon said in a statement, quote, as we have made clear, we will pursue global maritime enforcement efforts to disrupt illicit networks and interdict sanctioned vessels providing material support to Iran anywhere they operate. But according to Lloyd's List, a widely trusted shipping analysis company, more than 24 dark fleet vessels have continued moving in and out of Iranian ports, as well as exporting Iranian origin cargo since the U.S. blockade began last week. U.S. Central Command says it has turned around more than 27 ships traveling to or from Iran since the blockade began in that same time frame. On Sunday night, Marines with the 31st Expeditionary Unit seized the MV Tuska, landing on the ship after rappelling from a helicopter after a 6-hour standoff. The U.S. forces seized an Iranian-flagged cargo vessel headed for the Iranian port Bandar Abbas. It is the first time Marines boarded a vessel since the blockade began. Central Command released video showing the operation to take the Tuska after its engine room was hit and 又是中国的邮轮，中国的货物。伊朗呢，现在呢也开始强硬起来了，也是被逼的没法了，派出了自己的海军，开始护送了。声明称，尽管美军方面多次发出警告和威胁，但该油轮仍在伊朗海军护航支持下安全完成航行，并在进入伊朗领海后停靠在伊朗南部某港口。据悉，此前已有多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成功进入伊朗水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1号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战争行为，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商船并扣押其船员是更严重的违规。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海岸实施所谓海上封锁的行为，以及对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违反停火协议，是战争罪的典型例证。伊朗必将对这些行为作出回应。当天，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呼吁明确谴责美国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确保相关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该船只、船员及其家属，以及所有受此事件影响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说，美军当天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看来啊，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种船只的封锁已经遍及到这个全球的海洋上了，不仅仅是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可能终于感觉到了，有点难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啊，说扩大恢复通航的外交力度，中国可能现在觉得有点难受了。这我一直说持剑经商
朋友们，中国必须得派出军舰去护航才行，硬起来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